随着德黑兰帕斯德街地下指挥所被30枚钻地弹彻底物理抹除，美以联军发动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冷酷的精确性给哈梅内伊的统治时代画上了句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启动了名为“真实承诺”的分布式报复计划。这种反击不再依赖单一的指挥中枢，而是化整为零，利用数以千计的沙赫德无人机和导弹，向科威特、沙特、卡塔尔及波斯湾美军编队发起了近乎疯狂的饱和攻击。3月2日的混乱战场中，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被友军击落。根据3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披露的事故调查初步报告显示，3架 F-15E 全部被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而并非之前推测的科威特 FA-18。这一事件的发生时机恰在伊朗无人机蜂群和导弹突袭科威特防空系统之际。伊朗通过精心设计的全域非对称反制措施，在对手作战体系中植入混乱因子，从而诱导美军建立在精密算法基础上的高尖端体系，在伊朗构建的低技术、高模糊软信息场中犯下昂贵的错误。当天，伊朗重点针对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多哈营，采取了高低混编的饱和攻击。第一波发射了超过200架沙赫德136、131自杀式无人机蜂群诱饵，在雷达屏上成群结队的无人机产生的大量杂波会掩护真正的巡航导弹。第二波的无人机群中夹杂了喷气式沙赫德238和苏马尔巡航导弹。这批无人机中有一部分可能携带了小型电子战设备，它们不急于俯冲攻击，而是在科威特边境附近徘徊、盘旋、变换队形，进行电子侦察与信号模拟。与此同时，扎格罗斯山脉的阿拉什干扰站火力全开，对科威特全境实施 L 波段阻塞干扰，试图切断美军及其盟军的敌我识别和 Link-16 数据链。科威特虽然部署了密集阵和激光武器，但一台近防武器同时只能对付1至2个目标。面对200架无人机的同时冲锋，近程系统瞬间就会火力通道饱和，必须在20公里外就开始拦截。此时，科威特空军的2个中队12架 FA-18 战斗机紧急起飞进行拦截。科威特防空部队还在该基地周边部署了至少2个爱国者导弹连，混装了 PAC-2 GMT 和最新的 PAC-3 拦截弹。除了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处于超负荷状态外，美军机群及周边部队也正处于多域协同防御与斩首后续清除的交织状态。当日凌晨，美军335中队的 F-15E 奉命在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边境空域建立防空屏障，其核心任务是拦截伊朗那些试图低空绕过预警网的巡航导弹。由于伊朗发射的大量沙赫德238喷气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极低， F-15E 不得不频繁下降高度进行近距拦截。当时在科威特上空盘旋的 E-3G 望楼预警机正在进行整场空战的指挥，试图建立统一空域态势图。不过其正在协助 F-22在扎格罗斯山脉北段交战。这种高烈度的空优指挥占据了预警机控管官几乎所有的精力。隶属于美军航母打击群的 EA-18G 编队正部署于科威特与伊朗海岸线之间的干扰走廊中，实施全频段阻塞干扰，压制伊朗境内扎格罗斯山脉的雷达网，保护 F-15E 编队不被伊朗的 S-300 或巴瓦尔373锁定。波斯湾的美军驱逐舰也正处于最高级别的反导模式，雷达和火控主要关注高空以拦截弹道导弹，对低空目标仅处于自动响应状态。3月2日的科威特天空是挤满了拦截者、预警机、干扰机与蜂群无人机的电磁高压锅。美军构建的基于 Link-16 数据链模式无敌我识别以及联合交战能力的协同防御体系，却潜伏着一个致命的悖论：体系越是精密，对敌我统一识别的依赖度越高，其系统性溃败的临界点就越隐蔽且陡峭。我们知道，敌我难分是战争与生俱来的诅咒，
让我们先回溯敌我识别技术的源头，回到那个还没有数据链、没有加密算法、也没有专用应答机的年代。因为今天这套精密体系的所有基因都来自那个朴素的起点，而战争迷雾也在历史中不断反复弥漫。二战期间的1939年，英国皇家空军的雷达站操作员注意到，每当德军机群接近英国海岸线时，雷达屏幕上的目标光点会突然发生有节奏的剧烈闪烁。英国情报机构怀疑这是德军飞行员在通过某种电子手段向己方地面雷达对暗号。不列颠空战期间，英国在德军战机残骸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无线电装置 FOG-25 Ursuline。著名物理学家罗文·琼斯领导的小组发现，这台机器其实是一个同步转发器。当德军地面的弗雷亚雷达发射125兆赫的询问脉冲时，飞机上的 FOG-25 会接收该信号，并瞬间回传一个增强的脉冲。这解释了为什么雷达屏上的点会突然变亮，这就是最早的主动应答式敌我识别。除了电子应答，德军还有一套更原始的机动识别协议。德军飞行员收到进行识别动作的指令后，德军飞机会进行360度横滚。当飞机翻转时，机翼和机身的侧面会暴露出巨大的金属反射面，导致雷达反射截面积产生剧烈的周期性的波动。一旦掌握了这个秘密，英国人立刻开发了反制手段。英国夜间战斗机挂载了能模拟德军弗雷亚雷达频率的设备，他们在空中不断发射询问信号，又是德军轰炸机上的 FOG-25 自动回传信号。德军飞行员原本以为这个系统是保命符，结果却成了电子信标，直接引导英国夜间战斗机在黑暗中实施精准猎杀。同时，英国皇家空军也部署了自己的主动式无线电敌我识别系统 MART， 该系统使用2030兆赫的频率进行通信。改进型 Mark 2和 Mark 3开始引入简单的编码机制，不再是简单的脉冲转发。询问机和应答机之间开始有了暗号的概念，但当时的敌我识别很容易崩溃。西西里岛空降惨案是防御系统压力过大导致识别崩溃的经典案例之一。1943年7月11日晚，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多名伞兵搭乘144架 C-47 运输机从北非起飞，增援已在西西里岛登陆的友军。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内，西西里岛海域的美军舰队刚遭遇了德国空军惨烈的饱和轰炸，水兵们正处于神经衰弱的边缘，对天空中任何发动机的声音都抱有极度的敌意。尽管指挥部发出了今晚有友军空降的通报，但基层防空炮组和舰艇指挥官大多并未收到这一关键指令。更关键的是，当144架 C-47 飞入西西里岛上空，美军舰队的数百台询问机同时发出脉冲。Mark 3系统的处理能力低下，无法同时响应这么多质询，导致其电路发生饱和锁定。即便发出的应答信号在雷达屏上重叠，变成了一团混乱的电磁噪点，操作员根本分不清是友军回传还是敌军干扰。此外，美军飞机虽然涂有显著的盟军识别白带，但在黑夜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于是当 C-47 机群以低空、慢速、密集的编队飞越美军舰队上空时，其巨大的引擎声在夜空中极具压迫感。岸上一门紧张的40毫米高射炮率先向空中开火，随后海面上数百艘舰艇的数千门防空炮瞬间爆发。这便是心理学上的从众效应。在刚经历敌军饱和攻击后，防御方的心理阈值极低，极易产生草木皆兵的识别崩塌。士兵们不再思考，只跟随火光的方位射击。144架运输机中有23架被己方彻底击落，37架严重受损，伞兵伤亡惨重。二战后，IF 敌我识别军事技术被迅速民用化。1950年代，国际民航组织采纳了军用 IF 的技术原理，开发了2次监视雷达系统，用于空中交通管制。1960年代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式颁布了国家标准的空管询问应答规范，规定所有在正控空域和高空飞行的飞机都必须装备应答机。军用民用2次监视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的工作频率为：询问频率1030兆赫，应答频率1090兆赫。这一频率分配自2战后期确立以来，沿用至今，保证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军种、军民之间的基本互操作性。从工作原理上，敌我识别系统可分为协作式和非协作式2大类别。协作式识别是目前应用最广、最成熟、最可靠的识别方式，由询问机和应答机组成。询问机通常与雷达协同部署，可以寄生在雷达天线上，也可以独立配置，负责发射经过加密编码的询问脉冲信号。应答机安装在己方飞机、舰艇或坦克上，持续监听特定频率。当接收到有效的询问信号并成功解码后，自动发回约定的应答信号。询问机对应答信号进行解码后，输出识别标志给雷达显示器或数据总线，与该目标回波同时显示。如属敌方或未装备应答机的非合作目标，则解不出密码，雷达显示器上只有目标回波而没有识别标志。协作式识别存在固有缺陷，其必须依赖目标的配合。如果应答机关闭、故障，或应答机被敌方缴获仿制，识别可能失效，需要定期更换蜜月。蜜月管理复杂，主动发射信号易被敌方侦测和干扰。非协作式识别则不依赖目标的主动配合，而是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目标自身的特征信息，通过数据融合和模式识别算法推断目标的敌我属性。可用的识别信息包括雷达特征、雷达反射截面积、螺旋桨的微动特征、高分辨率1维2维成像、发动机尾焰的红外辐射谱、通信特征、飞行行为、弹道特征等。其缺点同样明显，特征库需要预先建立和维护，可靠性难以保证，容易受环境干扰和欺骗。在实际作战中，协作式为主，非协作式为辅是目前最主流的运用模式。先通过 if 快速确认自己人，剩下的都是为不明目标，再通过非协作式手段进一步分析。这一逻辑看似严密，却在高压战场环境下孕育着致命的风险。如果协作式识别失灵，操作员必须在几秒内依赖不可靠的非协作式信息做出生死判断。越南战争是美军在2战后第一次真正大规模、系统性的遭遇友军火力梦魇的战争。美国军事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之一，戴维·哈克沃斯上校，在1967年至1968年初参与了五角大楼的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审查由友军火力造成的美军伤亡。这项研究表明，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中，可能有高达15%到20%是友军火力造成的。在空战领域，敌我识别的挑战更为尖锐。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 AIM-7麻雀中距空导弹在越战中的尴尬处境。AIM-7麻雀导弹是当时美军最先进的半主动雷达制导空导弹，可以发起超视距攻击。然而，当麻雀被投入到越南上空高机动性的空战时，问题立刻暴露了。麻雀自身没有任何敌我识别能力，只是追踪由载机雷达照射目标后反射回来的电磁波，它无法分辨反射波是来自北越的米格21，还是来自友军的 F4。比如1968年6月17日凌晨，美国海军巡洋舰波士顿号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霍巴特号共同在越南近海的北纬17度附近的海域执行代号为海龙行动的任务，旨在拦截北越通过海上向南方渗透的补给船只。美国空军第366战斗机联队的一架 F4B 鬼怪的飞行员在雷达上发现了霍巴特号。由于海面杂波干扰和通信频段拥挤， F4 早期雷达的解析力不足，舰艇的应答信号在 F4 的显示器上产生了信号漂移。霍巴特号被误判为北越的巡逻艇。飞行员在没有视觉确认的情况下，
连续发射了多枚麻雀导弹击中霍巴特号。几分钟后，另一架 F-4 又发现了附近的波士顿号。由于已经收到了发现敌方快艇的通报，飞行员在没有确认身份的情况下，出于心理暗示，对波士顿号发起了第2次导弹打击。正因为这种恐惧，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视距外发射麻雀过于危险，永远不要在没有视觉确认的情况下，仅凭电子信号扣动扳机。他们不得不主动放弃了麻雀导弹最核心的超视距优势，将其严格限制在视距内使用，以避免误击友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军在1972年的后卫行动中秘密测试了代号为战斗树的非协作式识别战术设备。美军注意到，北越空军的米格战机和地面指挥系统之间同样需要通过苏制的敌我识别系统进行联络。只要能在空中截获这些应答信号，就能在己方雷达屏幕上清晰地看到米格机的位置。战斗树被安装在少数经过改装的 F-4 上，使这些 F-4能够监听北越米格机的 F 应答信号。当战斗树系统确认前方有米格机，且确信没有己方飞机在同一个方向时， F-4就可以安全地使用麻雀进行超视距攻击。1年后的1973年10月6日，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联军闪击以色列，试图收复在6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战争第1天，埃及防空部队取得了惊人的战果，击落了以色列飞机89架。这一数字足以让任何国家的防空部队引以为傲。然而，在这89架敌机的战果背后，隐藏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埃及防空部队在同一天内也击落了自己的69架飞机。这意味着，在战争第1天被击落的飞机中，约有44%实际上是埃及自己的飞机。更详细的统计显示，在整个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被己方防空兵器击落战机的比率分别为：埃及达46%，叙利亚达14%，利比亚和伊拉克达30%。这场战争史上最惨烈的误击悲剧与敌我识别系统的失效直接相关。当时埃及军队装备的是苏联提供的敌我识别系统，但在实际部署中，埃及空军和防空部队由于设备批次不同，维护状况参差不齐，导致部分飞机的应答机未能与地面防空系统完美匹配。部分埃及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可能出于疏忽等原因关闭了应答机，有些飞机则是应答机本身发生故障而没有及时检修。在战争第1天高度混乱的战场环境中，埃及空军和防空部队之间的协调更存在严重问题。埃及战机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执行完任务后，必须穿越己方密集的导弹保护伞返航，但地面导弹部队并未收到空军返航的精确时间表。在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防御心理下，任何出现在射程内的目标都被默认为敌军。同时，埃及防空人员在首波拦截中重创了以色列空军，这导致了一种狩猎亢奋。操作员在雷达屏上看到信号后的第一反应是锁定发射，而非进行复杂的身份核实。最后是防空火控算法的问题。埃及当时部署了密集的萨姆2、萨姆3和最新的萨姆6，其中萨姆6的自动火控逻辑在处理高密度目标时非常激进。在强烈的战场压力下，地空导弹的操作员往往无法在几秒钟内通过电子手段区分低空返航的米格机和低空突防的以色列 A-4 天鹰。美军在对第4次中东战争进行战后复盘时，由空军作战研究室与兰德公司牵头，通过对埃及防空网自视现象的定量分析，构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识别熵增与误击概率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在于将识别视为一种在高压环境下的信息提取过程，包含了3个重要参数，其中识别窗口时间与误击率存在强关联。当识别窗口缩短至15秒以下时，由于人工核实和电子敌我识别质询无法完成闭环，误击率会从5%陡增至25%以上。
目标密度干扰系数也极为重要。当空域目标数量超过雷达处理通道的70%时，系统的身份标签会发生串扰，而鲜艳偏见权重量化了战场预期对识别的影响。如果操作员在过去1小时内连续击落了10架敌机，它将产生一个0.9的敌意预设权重，这种权重会过滤掉所有证明目标是友军的微弱证据。赎罪日的血色数字成为推动敌我识别技术革命性升级的催化剂。科学家们开始研发更先进的模式4、模式5加密询问应答系统，其中模式5采用扩频技术，信号能量分散在较宽的频带上，大大降低了被截获和干扰的概率。采用更先进的加密算法和更长的蜜月，安全性显著提升，可安全传输 GPS 坐标、飞行参数等额外信息。采用脉冲编码调制和纠错编码，在强干扰环境下仍能可靠工作。但敌我识别技术的升级仍然无法杜绝误击，甚至视觉这样的非协作识别也一样不可靠。1994年4月14日，伊拉克北部禁飞区上演了鹰吃黑鹰的悲剧。这起事件的诡异之处在于，它不是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激战中，而是在一个由美军主导、拥有预警机全程监控、理论上万无一失的禁飞区。海湾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禁飞区，名义上是保护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免受萨达姆政权的空中打击。2架黑鹰直升机隶属于一项名为“舒适行动”的多国救援任务，当时正在执行一次从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飞往库尔德安全区的常规视察飞行。与此同时，2架美军 F-15C 战斗机正在禁飞区上空执行巡逻任务，其 APG-63 雷达捕捉到了80公里外2个影影绰绰的小点，并通过 IF 进行电子质询。但那2架黑鹰刚从土耳其境内起飞不久，其模式4敌我识别的加密编码设置为土耳其编码或某种非预期编码，而没有切换到伊拉克禁飞区的友军编码，所以经过连续3次询问都没有收到任何正确应答。F-15C 按照程序向在空中盘旋的 E-3A 哨兵预警机发出了敌情协查申请。预警机操作员翻查了任务日志，但由于陆军直升机的任务报备与空军系统存在数据鸿沟，且通过模式4电子质询一样没有正确应答。所幸预警机为了保证向下兼容，还装备了没有加密编码的模式12敌我识别。但黑鹰正在山谷中低空飞行，严重的多境干扰导致原始的模式1、2的应答信号微弱且断续。为了保险起见， F-15C 放弃超视距打击，进行了视距内的视觉确认。但黑鹰外挂的副油箱被误认为雌鹿直升机的短翼，2架 F-15C 瞬间开火，击落了2架黑鹰，26名机组成员和官员全部丧生。伊拉克战争中爱国者导弹连环误击事件，则进一步标志着防空系统从人工失误向算法逻辑漏洞的质变。2003年3月23日，驻扎在科威特边境的一部美军爱国者将一架正在下降返航的英国龙卷风战机识别为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将其击落。当时龙卷风战机的敌我识别系统天线可能由于剧烈机动或低空飞行导致的沙尘磨损，产生了阻抗不匹配，导致回传的识别脉冲极度微弱。而为了应对飞毛腿导弹极短的15至30秒的拦截窗口，爱国者被设置为自动交战模式，而其自动目标分类算法会将这种高空高速下降返航的航迹特征直接脑补为弹道导弹。系统一旦判定特征匹配，会立即弹窗要求操作员确认。在极高的心理压力下，操作员几乎成了自动发射按钮的延伸，失去了人工复合的实质功能。进一步的调查还显示，爱国者的 ANMPQ-65 雷达在复杂环境下会产生镜像目标，这种虚假信号在算法中也被误认为正在实施规避的导弹。第二天，美国空军的一架 F-16CJ 战斗机
正在执行压制伊拉克防空系统的任务。其机载传感器监测到了一个强烈的雷达辐射信号。由于战场电磁环境极其混乱，而爱国者雷达的搜索信号与某些苏制雷达的特征高度重合，在当时发现及摧毁的快节奏战术中，飞行员判定该信号来自伊拉克的萨姆2导弹雷达。飞行员为了自保，于是发射了一枚 AGM-88 HARM 高速反辐射导弹。我们知道 AGM-88 本身并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其导引头只负责追踪特定频率的电磁波。于是导弹精准击中了爱国者的雷达天线车，导致其彻底瘫痪。仅几天后的4月2日，隶属于美海军 VFA-195 中队的一架 FA-18C 正前往卡尔巴拉附近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打击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装甲目标。当时该地区正频繁遭遇伊拉克战术导弹的骚扰。陆军第43防空炮兵团第1营的爱国者导弹连的防空人员已连续作战多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自动交战逻辑具备更高的优先级。而 FA-18C 处于低空超音速飞行，且伴有地物杂波，敌我识别质询脉冲在复杂背景下产生了多镜反射，导致应答机回传的代码在爱国者的解码器中未能及时识别。而前几天，一部爱国者刚被摧毁，当屏幕上再次出现疑似反辐射导弹的图标时，43联队的防空兵产生了极强的防御本能。同时 FA-18 先进的自卫电子战系统将爱国者的锁定波数判定为敌方地空导弹攻击，并实施了电子反制。这种反制信号让爱国者更加确信这是一个高威胁的敌方目标，于是发射导弹，一举击落 FA-18。而约旦22号塔袭击事件则标志着低成本无人机如何通过物理航迹叠加来瘫痪高精尖识别算法。2024年1月28日，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向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22号塔美军后勤基地发射了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无人机接近基地的同时，关键巧合或基于精心设计，一架美军自己的扫描鹰或同类小型无人机也正处于返航进场阶段。在雷达看来，两者在低空合并了航迹，敌我识别也无异常。自动防空系统判定这是友军返航，并未启动电子干扰或物理拦截。无人机击中了基地宿舍，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超过40人受伤。最近的一次误击事件则与3架 F-15E 被击落极为相似。2024年12月22日，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当时正在红海执行护航任务，其刚刚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反舰巡航导弹和2架攻击无人机，其中格底斯堡号导弹巡洋舰是整个编队的防空指挥舰。当时舰载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正准备降落，起降作业导致宙斯盾雷达调整了探测角度与功率，覆盖范围暂时缩小。受胡塞及多方电子干扰影响，执行完空中巡逻任务正在返航的3架超级大黄蜂的模式5敌我识别信号，在准备降落时产生了不到 1.2 秒的瞬时中断， Link 16数据链性能也显著下降。与此同时，本该提供空勤支持的 E-2D 鹰眼预警机雷达突发故障，其核心的 ANAPY-9 有源相控阵雷达发生了非预期的硬件报错，预警机传回给航母打击群的协同交战能力数据链瞬间失去了实时刷新能力。宙斯盾在敌我识别中断的那 1.2 秒瞬间，由算法的航迹外推功能在原始信号旁生成了一个名为不明的数字影子，而当时正有胡塞的巡航导弹从同一扇区飞入。系统的算法判定这3个无应答且处于下滑剖面的目标与敌方突防弹道特征重合，在防御优先的指令下，系统自动闭合了杀伤链，发射了多枚标准2导弹。乌号无花果的飞行员看到标准2导弹到达弹道最高点改变航向朝自己飞来时，才意识到被瞄准了，立即做出了弹射决定。
第2架战机上的飞行员和武器系统官目睹了第1架战机被击中的爆炸，自己的雷达告警系统也尖叫起来。飞行员强行拉出了瞬时 12.5G 的超常规过带，远超该机 9G 的设计上限。利用海面杂波和剧烈的角度变化，诱导第2枚导弹的导引头产生跟踪漂移，导弹最终在距离机翼不到50米处进炸引信失效坠海。该机由于主翼梁和垂尾根部裂纹等结构性损毁而报废。第3架超级大黄蜂也被宙斯盾锁定，但在标准2发射前5秒，由于鹰眼预警机的雷达系统重启成功，预警机上的战术引导员通过高频无线电向格底斯堡号大喊了终止代码，舰上的操作员在极度混乱中按下了火控终止键。那最后5秒钟的手动熔断，是人类在算法暴走面前夺回的最后一点理智。然而，到了2026年的3月2日，这种最后5秒的理性也不复存在。伊朗没有直接击落那3架 F-15E， 它只是展现了一套非对称电磁战体系，让美军的体系在压力下自我毁灭。我们知道，伊朗的电子战能力早已超出了业余玩家的范畴。2011年劫持美军绝密侦察无人机 RQ-170坎大哈野兽只是其能力的起点。在2026年真实承诺行动中，电子战正是导致 F-15E 误击事件的核心推手。伊朗在扎格罗斯山脉部署的赵瓦吉阿拉什干扰站具备数百个相互联动的机动发射节点，这种架构让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很难定位单一辐射源。阿拉什利用扎格罗斯山脉的高海拔优势，向科威特空域发射了大功率的连续波噪声，覆盖了敌我识别的 L 波段。当 F-15E 回传模式5加密脉冲时，这些微弱的信号被淹没在强噪声中。在科威特和美军的雷达接收端，信噪比降至临界值以下，导致应答包产生大量校验和错误。在算法眼中， F-15E 从战友坍缩成了身份不明的电子杂波。阿拉什不仅是发噪声，它还具备高精度的数字射频存储转发能力，捕捉联军 Link 16数据链的同步脉冲，经过亚毫秒级的微调后重新发射，混淆了空域内的时间基准，这将导致防空系统的分布式架构产生同步故障，直接造成了 2.5 秒的航迹刷新延迟。在算法眼中， F-15E 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虚影。这种空间错位进一步诱发了火控系统判定目标正在进行非正常的突防机动。部分伊朗无人机上也可能携带了微型数字射频存储转发干扰机，实时监听1030兆赫频段，捕捉爱国者等系统发出的敌我识别询问信号，记录询问模式频率特征脉冲间隔。根据前期情报或实时破解，尝试对询问信号做出应答。虽然不一定能通过加密验证，但可以制造大量的应答噪声，干扰询问机的正常解码。无人机还可通过特定编队飞行制造雷达回波，从远处看，其航迹可能与 F-15E 重叠，还是放与 F-15E 雷达特征一致的虚假回波，这将让算法在处理目标时产生了严重的多目标关联错误。伊朗只需要制造足够的混乱，就能让防空系统在高压环境下产生误判。那么，作为统一空域态势感知的预警机，为何也失效呢？当日凌晨 E-3G 的主要注意力被牵制在伊朗北部空域。当时，伊朗空军的苏 35S 正在扎格罗斯山脉北段，试图利用复杂地形和西比内恩电子战吊舱进行掩护，采取跃升发射战术，对联军的加油机阵位实施长城猎杀。E-3G 必须分配绝大部分的信号处理资源，协助隐身战机 F-22进行协同交战。这种高烈度的空优指挥占据了预警机控管官几乎所有的精力。在北线高负荷运作的同时， E-3G 的 ANAPY-2 雷达的下视处理子系统发生硬件过热报错。这种雷达在设计之初针对的是大规模苏联轰炸机群，而非数以百计的低慢蜂群无人机。虽然理论跟踪能力超过600个目标，但在处理低空目标时，
雷达必须开启多普勒非连续处理模式，以过滤地面杂波。当日伊朗发射了283架无人机，加上导弹、联军战机及各种虚假信号，空域内低空动态目标可能瞬间突破了600个。单纯的目标增多只会导致预警机显示延迟或目标丢失，但 E-3G 的下视处理子系统在关键时刻却自动重启。根据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对事故中 E-3G 飞行数据的离线建模，系统重启表现出明显的外部高能电磁耦合特征。虽然伊朗官方对此保持沉默，但其部署在扎格罗斯山脉的战略干扰阵地具备实施赵瓦吉窄带微波聚焦的物理潜能。伊朗通过之前对美军预警机外泄电磁特征的长期分析，锁定了其雷达散热窗口及外壳缝隙的电磁谐振频率经过精确调制的赵瓦吉微波束，通过这些物理缝隙可以渗入预警机内部，直接加热处于满负荷状态的 DSP 单元的散热片和敏感电容，让本已满载运行的处理器突破了硬件热保护阈值，强制系统重启进行自我保护。这次事件彻底暴露了 E-3G 的老态龙钟。虽然它进行了 Block 40-45升级，但其天线和冷却架构等物理底层已经无法应对这种高密度、高功率的电磁战场环境。美军自己的 E-7A 项目目前正处于难产状态，首批2架快速原型机的交付时间已从原定的2027年推迟至2028财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的时间不会早于2029至2030年。近日，澳大利亚决定将派遣1架隶属于澳空军第2中队的 E-7A 抵达阿联酋，以协助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 E-3G 预警机系统重启、南线雷达屏一片空白的这2分钟里，防空部队失去了最高仲裁者，从而诱发了随后基于算法误判的连环开火。科威特官方宣称，当天 Mantis 短程防空系统、陆基防空机炮、密集阵近防炮、激光武器，爱国者2个中队共12架 FA-18大黄蜂拦截了97枚巡航导弹和283架无人机。据检视防务分析，这一数字如果属实，意味着整个防空部队在数小时内完成了近400次拦截，相当于每45秒就要击落一个目标。在这样的拦截频率下，操作员的手指始终放在发射按钮上，瞳孔始终盯着雷达屏幕，肾上腺素始终处于峰值水平。负责协防的美军335中队的 F-15E 奉命利用其强大的 AN/APG-82 雷达，捕捉低空飞行的伊朗巡航导弹。F-15E 不得不频繁下降高度至3000米以下，利用机炮和 M-9X 实施近距离拦截，共确认击毁了14架喷气无人机和4枚巡航导弹，甚至还通过 Link-16为科威特的 FA-18提供了早期的目标指引。此时机组人员已连续作战，正处于极度疲劳的返航阶段。误击发生时，由于伊朗的阿拉什干扰站正实施 L 波段压制， F-15E 回传的应答脉冲信噪比极低，解密芯片判定为校验和错误。火上浇油的是，部署在干扰走廊的 EA-18G 开启了高增益的 ALQ-99 干扰吊舱反制阿拉什，进一步导致模式5应答脉冲在物理层面发生了波形撕裂。在爱国者火控显示器上， F-15E 标记从未知直接跳变为代表敌对的疑似目标。爱国者系统遂进入非协作敌我识别流程。F-15E 在下降返航阶段通常会采取低空匀速进入降落航线的剖面，这与现代巡航导弹在末端攻击前的低空渗透巡航特征高度吻合。降落阶段的战机速度通常在300至500节左右，这正好落入了亚音速巡航导弹的典型速度区间。在强烈的电磁干扰环境下，爱国者的 ANMPQ-65 雷达接收到的 F-15E 回波会被削弱。原本庞大的 F-15E 在处理后的信号中可能只剩下一个微弱的亮点，这在算法看来
其雷达散射截面积更像是一枚正向基地突袭的小型巡航导弹，更不要说当时伊朗大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正在扑来。根据美军在1973年构建的识别熵增雨雾机概率模型，当识别窗口缩短至15秒以下时，由于人工核实和电子敌我识别质询无法完成闭环，误击率会从 5% 陡增至 25% 以上。而当日由于处于饱和自动防御状态，爱国者系统留给人工干预的时间不足10秒，误击率飙升。根据模型，当空域目标数量超过雷达处理通道的 70% 时，系统的身份标签会发生串扰。当天科威特空域各种目标超过600个，系统负载率远超 70%。根据模型计算，任何新进入空域的友军战机被标记为敌对的概率将超过 88%。根据模型，如果操作员在过去1小时内连续击落了10个敌方目标，它将产生一个 0.9 的敌意预设权重。这种权重会过滤掉所有证明目标是友军的微弱证据。科威特当天凌晨共发射了114枚爱国者拦截弹，在短短6小时内消耗了其拦截弹库存的约1/4到1/3。操作员的心理权重已完全向敌意倾斜，导致其对 F-15E 表现出的不稳定、敌我识别、航迹等任何非典型特征都进行了敌对化解译。毫无疑问，爱国者的传感器单一，其协作和非协作的敌我识别主要依靠那台 ANMPQ-65 相控阵雷达，缺乏光学和红外补盲。多元识别信息只能通过 Link-16 数据链接收来自预警机、宙斯盾舰或其他雷达站的数据。但当时 E-3G 预警机处于重启真空期，爱国者失去了最高指挥节点的监督。波斯湾北部的斯特雷特号和约翰芬恩号驱逐舰正在全力拦截伊朗射向科威特和沙特的导弹，舰队共发射了14枚标准6这种高强度的反导拦截，占据了驱逐舰 80% 以上的系统算力和雷达通道，完全无暇去验证科威特空域内那几个微不足道的可疑目标。加之伊朗的电子战掐断或干扰了数据链，爱国者就必然退化成了一个孤独且多疑的系统，连续发射了多枚拦截弹。在误击事故的深度技术复盘中，由空军安全中心与雷神公司工程团队组成的美军调查组还发现，爱国者拦截弹发射瞬间的高功率进场致盲，是导致3架 F-15E 连续无预警击落的重要原因。当时爱国者的 ANMPQ-65 火控雷达处于最高功率的烧穿模式，其功率巨大的雷达主波束和旁伴照射正在降落的近距离的 F-15E 编队。这种近距离的高能微波直接灌入了 F-15E 的机载天线，其高度灵敏的自卫电子战系统、超高频通信电台和 Link-16 数据链终端在强脉冲冲击下触发了自动保护机制，进入了逻辑死锁状态。所以处于编队最前方1号机根本无法感知近在咫尺的自家按键，在降落航线上被第1枚导弹从正后方击中发动机。2号机亲眼目睹了长机瞬间化为一个巨大的火球，黑匣子记录下了2号机武器系统官惊恐的呼喊：引燃！1号机炸了，我们遭到攻击。但由于爱国者导弹发射导致的高功率进场致盲，他的警告没能通过通信电台或数据链传达给后方的基地或队友，没有任何人会按下火控终止键。不同于 S-300 巨大的高爆破片战斗部，爱国者是为了拦截导弹设计的，追求硬碰硬的直接撞击。虽然它也带一个 A 型的杀伤增强器，但其爆炸威力远小于 S-300， 加之先进概念弹射座椅会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完成姿态修正、肢体固定、减速、降高和抛伞全过程，保住了全部6名飞行员的性命。飞行员随身携带的 ANURT-140 救生电台随后自动激活，采用低节获率信号。虽然当时的 E-3G 预警机中暑了，但部署在科威特高处的陆基接收站和太空中的 SARSAT 卫星依然捕捉到了6个精确的 GPS 坐标。
15分钟后，驻扎于科威特的第26远征救援中队的2架 HH-60G 铺路鹰搜救直升机和2架 HC-130J 支援机升空。同时，正在波斯湾巡逻的海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立即接管了该区域的制空权。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美军中央司令部援引共同防御协议中的紧急条款，无限期收回了科威特境内所有爱国者联队的独立火控权。80多年前，英国物理学家罗文·琼斯在破解德军 Fog-25之后说过一句话：在电磁领域，你永远不知道你听到的那个暗号究竟是你的战友还是敌人让你听到的回声。敌我识别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在试图驱散战争迷雾，但每一次进步之后，迷雾又以新的形态重新聚拢。爱国者击落3架 F-15E 的背后，是10多年敌我识别技术演进史上所有未解难题的集中爆发，是第4次中东战争的识别熵增，是1994年黑鹰的编码不匹配，是2003年爱国者的算法漏洞，是2024年红海的5分钟混乱，最终精准地验证了1973年就已建立的识别熵增与误击概率模型。所有这些历史的幽灵，在2026年3月2日的科威特天空中完成了他们的集体还魂。